韩国人吃饺子但不吃包子？首先，韩国人吃的饺子其实和我们的饺子不太一样，因为韩国的饺子虽然也是用死面擀成薄薄的面片，里面包上各种馅料，但是最后却是上锅蒸熟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认知里，饺子通常是下锅煮，包子才上锅蒸。那为啥韩国饺子偏偏反着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搞清楚为什么中国的饺子是下水煮的呀？因为中国的饺子皮通常是死面，也就是没有发酵的面揉成的，里面的成分主要是面筋、蛋白和淀粉。因为这两样，所以导致面皮发硬，但是往水里一放，水变热以后产生的热量会进到饺子里，又因为饺子皮薄，所以热量进得很快，于是面皮里的面筋蛋白快速凝固，就形成了筋道弹牙的口感。这就是饺子好吃的原因。而包子呢，面皮很厚，但是又松软暄腾，想做出来这种口感就需要一个小助手，那就是酵母。加了酵母的面团，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发面，在包子包好以后，面团里面的酵母还活着，而蒸的时候水蒸气会让酵母在死之前疯狂的产气，面片里面的气孔会被撑大，于是就形成了很多类似小孔的多孔组织。反之，如果用水煮，面片就会被水泡烂，里面的小气孔就会被破坏，变成一锅糊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古人会根据不同的面团属性来选择不同的加热手段的原因了。那为什么韩国的饺子明明也是死面，但是偏偏上锅蒸呢？这就不得不提韩国的饭圈文化了。韩国主要是米圈文化，而不是面圈文化。所谓的米圈文化，主要是韩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大米为主的饮食结构。韩国山地多，气候冷，小麦产量极低，历史上全靠进口，所以面粉一直以来都带点奢侈属性，普通老百姓大多吃不起，那么对面食的开发就不会特别的擅长了。其次，发面对于温度和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刚才上面说了，韩国山地多，气候冷，再加上冬天又非常的漫长，这就导致韩国的厨房大多缺乏让面团发酵的温度，所以也就活不成松软的发酵面团了。于是大米这种不需要发酵直接蒸熟就能吃的食物，似乎就更适合韩国宝宝的体质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北方虽然有更寒冷的冬季，但是咱们的小麦文化那可是历史悠久啊。于是古人就在实践中积累了低温环境下发面的经验，比如老面和碱面等。除了上面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知道，蒸包子看似只是让包子在容器里加热，但是这个容器也非常的有讲究，因为这个容器必须是一个可以稳定热气、相对密闭的环境。遗憾的是，韩国的蒸笼也不是太给力。虽然韩国也有类似蒸锅的厨具甑子，但是它的外形像个桶，底部带有很多的小孔，用的时候架在锅上，然后锅里烧水，蒸汽通过下面的孔洞飘上来蒸熟食物。不过呢，韩国这种容器比较浅，而且空洞直接对着食物，发面团在膨胀的过程中需要均匀的湿热环境，你这么直接对着吹，就会导致下面很湿，上面又很干，所以就非常不适合蒸包子。而咱们的竹蒸笼有好几层，蒸汽在里面穿来穿去，可以让面团膨胀的更好。不过韩国的甑子虽然不适合蒸包子，但是用来蒸松软不成块的食物，比如栗粟、稻米和年糕，那就非常的合适了。因为这些食物都是独立的米粒或者是小颗粒，它们中间会有很多天然的小缝隙，这样更便于蒸汽穿过。所以器具的形态决定了它能承载的食物类型，而食物类型又反过来塑造了食物传统。韩国有甑子却没有包子，不是因为不会蒸，而是因为那口甑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面粉而准备的。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为什么韩国人不吃包子了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